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欢迎来到星星说鬼。今天星星要说2则有关神明的故事。老样子，故事已经经过星星的调整和改编。影片开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然后遇到广告的话，记得多看几秒来支持星星我哦，感谢你们啦！第一则故事呢，是星星在跟家人 TGIF 喝茶的时候询问出来的亲身经历哦。我们马上开始吧。爸，你也知道我现在在做鬼故事频道咯，这样我问你啦，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灵异事件啊？我呀，当然有啦。讲真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那么我们故事开始啦。为了让故事显得更流畅，就让星星我来出演我爸的角色吧。这件事发生在1960多年呐，当时的我差不多7岁，跟家里人还住在乡下的屋子里。我记得事情发生的这一晚，我因为睡前喝了太多水，所以半夜尿很急，要起来上厕所。但是由于以前的年代，厕所都是建在屋外的，我就不敢一个人出去。于是我就去敲了敲我爸的房门，要他醒来陪我一起去上厕所。爸。哎呦，星星，这么夜了，你敲门吵醒爸爸要做梦啊？爸爸，我尿急，陪我去上厕所。你都长那么大了，还怕一个人上厕所啊？哪里有，我才不怕嘞！好啦，走啦。但就当我一转身要跟我爸离开房门时，我就看见门外竟然站着一个黑色的人影。那个人弯着腰，手拿着拐杖，看上去就是一位老人的样子。他还穿着一身不懂什么朝代的黑袍，身体部分都看得很清楚，但很奇怪的就是怎么都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得出他留着一把长长的胡子，然后静静地站在那里面对着我跟我爸。看到这一幕的我直接吓到躲到我爸身后，心想这个诡异的老人是谁？怎么会出现在家里的客厅？我相信当时我爸应该也是有被吓到的，但为了保护我爸似乎显得非常的镇定，甚至还跟他对话了起来。Lu jangan macam ini, sini anak-anak。但奇怪的是，我爸竟然是用马来语来跟他沟通，我也只听得清我爸说的话，那个老人说的话却是糊成一团，完全听不出在讲什么。之后那位老人就拱起手来，向我爸鞠了一躬后，就慢慢消失不见了。过了几天，我爸就开始召集村里的几位壮汉，到村子的某一处找到了一块地。他们把杂草树丛都处理掉后，就在那里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庙。而这座庙建起来后村里的人也开始会去庙里上香拜拜。很好奇嘞，那个老人跟阿公讲了什么嘞？怎么阿公会突然去盖那间庙的？这之后的事，我也是长大读中学了才听你阿公讲的啦。当晚那个老人讲Jangan takutkan anak. Ada apa nak minta boleh bagi tahu saya。我不想吓到你们，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一件事。对面的山坡底下有好多抗日时候战死的孤魂，他们到处游荡，没有地方可以去。我想请求你，可不可以帮我在那里盖一间小小的庙，让我可以好好照顾那边的孤魂野鬼，同时也可以保佑你们这边村子的平安。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家人，我会马上去办。可以的话，每个月的初1和15到庙里供一下香火就可以了，那就劳烦你了，我会好好答谢你的。原来所以阿公才会突然去建那个庙这样神奇的。这样阿公最后有没有得到什么波比嘞？没有嘞，呵呵。真的什么都没有咩？爸，你仔细想一下。对了，我
我想起来了啦，是有一件蛮奇怪的事情啦。原来啊，我爸那时还在念小学，有那么一群高年级的学生，很喜欢半路拦截经过这里上课的学生。他们会抢零用钱，甚至还会把小学生们的书包丢到旁边的小河里。附近的小学生几乎都被他们欺负过，所以当时我爸也很怕。结果有一次，我爸和他弟妹一起走路上学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从对面走了过来。我爸他们很害怕，因为不知道会怎样被欺负。但是当那群高年级凶神恶煞走过来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好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直接就被吓跑了。当时我爸他们简直觉得莫名其妙。现在想起来，我爸还是不懂当时他们看到了什么，一直到他们小学毕业了，那群高年级也没有再欺负过他们。也许这就是那位老人家的报答吧。怎么样，大家喜欢这则故事吗？我想啊，那位老人家一定知道我阿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长大，而他也算是保佑他们了吧。不过为什么不要许愿大富大贵啊？这样我就……第二则故事投稿人是 Season TLL， 非常感谢 Season TLL 的投稿。那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开始吧。对了，这则故事的主角会是饭团，为了让故事更流畅，旁白都会用我来代表饭团哦。这天，我跟我哥野喵在家一起打游戏，虽然每次都是我输，但都是差一点点就能赢我哥了。苦手，又输了，你都不会让我一次哦。我休息复盘一下，等一下再来跟你打。哈哈，拜托，我都已经用单手跟你玩了耶，你还要我让什么？该不会要让我用脚跟你玩？最好是我菜嘞。就在我等一下看我怎样跟我哥抱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身体完全无法动弹，可以动的部位就只剩下眼珠。我试着向我哥求救，但是我只能发出的微弱声音。不要在那里呀，一直发出怪声来干扰我啦！我差不多就要打赢了。玩得正爽的我哥以为我还在抱怨，完全没有理会我的求救信号。过了一下，没想到我的情况变得更严重，我发现我甚至开始没办法呼吸。就在我感觉我快要昏倒的时候，我打了个冷战，之后我的身体就可以动弹了，呼吸也恢复正常了。喂，你刚刚干嘛不过来救我？我在那里跟你求救啊！你以为我在跟你嘻哈？哦，我要发神经啦！你在家跟我求什么救？走开走开，不要来打扰我玩游戏啊！你还要继续玩 game 是吗？我看你怎么玩啦！我差一点就打赢最终的 boss 了啦！你到底在发什么神经啊？谁叫你刚刚不要来救我？你布布！你这个王八蛋！还救你？你看我直接把你给灭了！来呀，我会怕你，你这个黑毛囝！你这个上吊眼！你中二样！你鸡鸡小！你小短腿！小屁孩！我不跟你耍白痴了啦，我要继续睡一下。你玩完了记得叫我，到我玩了吼。去啦，小菜鸡！你是屁股痒要跟我打对架是吗？没过一阵子，我又躺在后面的沙发上睡着了。突然间，我又再次感觉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一样是浑身不能动弹和呼吸。只是这次，因为我是在睡觉，所以连眼睛都无法张开，只能再次发出微弱的叫声，向我哥求救。真是的，睡觉就给我好好的睡啊，干嘛发出那么吵的声音啊？做噩梦是吗？我哥以为我在做噩梦，就又不理我。没过一阵子，我又打了一次冷战，身体就又可以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越想越邪门，于是我也不敢再睡了，就立马去我家的佛坛前念经跪拜了几个小时，同时心里左思右想，到底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突然我想起来了，难道是那时候惹到的？记得几天前我跟我的女朋友星星还有她的姐妹冰皮一起出门，当时我们快要赶不上巴士了。突然这时的冰皮就指着一个小路的入口对我们说，这里，我知道这条小路是捷径，我们走这里啦，只要5分钟就可以到巴士站了。于是我们就走进了这条小路。这条小路蛮窄的，两旁都长着非常高的杂草。走了一段路后，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小块空地，在这块空地的一个角落，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神龛，神龛旁边还有油灯在燃着微弱的火光。由于我向来都有看到神就拜的习惯，就停下了脚步，向这个神龛拜了几下，以示敬意。饭团，你这么要拜啊？这个都不懂是哪一个神明嘞？没有关系的嘛，我看到有油灯在烧，就拜一下咯。哪里有油灯在烧哦？而且你看那个神像都已经这样烂了，肯定没有人在拜了啦。破烂？哪里有哦？于是我转过头看多一次那个神龛的时候，我发现那里真的没有油灯在烧，而且里面的神像还真的是破破烂烂的。我难以置信地揉了揉我的眼睛，奇怪，不可能啊！饭团走了啦，我们要赶不上巴士了。OK， 我来啊。现在回想起来，每当我在打冷战的时候，我脑海都会浮现出一个身影。那个身影难道就是附在这个神像上的好兄弟吗？而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不久之后，为了确认，我就再次回去那条小路，想找回看看那个神龛。但是当我来到那块空地的时候，神龛里面的神像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些碎石和瓦片留在地上。我一直以为遇神就拜是一种尊敬，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路边神龛供奉的也许已经不是神明了。拜了的话，不但得不到庇佑，还可能惹祸上身。虽然这件事没有正式解决，但很庆幸的，现在也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了。我也提醒自己，以后看到路边的神龛，还是别乱拜了。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怎么样？大家比较喜欢这一则故事，还是刚刚的那一则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最后，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星星的影片才会被推送给更多的人看到，星星也会更有动力做更多好看的鬼故事动画给你们看哦。当然，还有加入我们零星鬼探社的社员们，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哦。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拜拜。